大家好，现在我继续改造我的这个 GX460，把它改造的能够长途旅行。今天继续准备长途旅行去北极的事情。那么，如果冷了需要取暖怎么办？我以前买过一个这种用这个 propane 用这个丙烷的这种取暖器，看很多他们露营的人都是用的这种。这种呢，就是用这种罐装的，可以直接接在上面。它这一罐呢，能用几个小时，3、4个小时，也就是在大火的时候。对这个燃料的需求还是挺高的。后来我换成这种罐子，接一个管子过来。那这个是5磅的，相当于5罐这种小的。那这一个2天就用完了。所以它这个燃料这个问题就需要的还是挺多的。另外我还担心它，因为它这是靠燃烧，我还担心它这个产生的一氧化碳别有问题。尽管很多人测试过没有问题，这个我以前也给大家分享过。它这个非常方便的就是这种瓶子可以直接拧到这儿。拧上，看它自己带点火器。这儿这个火苗就打着了 pilot， 然后打到 high， 整个就烧起来了。自己可以便携提着到处走。他说它是燃烧很完全，不会产生一氧化碳，但是因为这儿有火苗，你总是在担心在帐篷里晚上睡着了觉，别有一氧化碳。这个热量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这一罐如果你放在high上，也就是能用几个小时。如果你放到低档，能用4、5个小时；高档也就是它自己说明书上就说用2个半小时。看这烧红了，很暖和，倒是非常好。说我买了这个，当时考虑一个是去露营，一个是比方说冬天里家里如果需要紧急取暖，可以用它一下。关掉。当然，这个瓶子呢可以拧下来，因为这个是在 Costco 买的，当时它还带了转接的这种管子。这个转接的管子上还有个减压阀。那么这个就可以直接拧上，直接拧在这上面。这个拧上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可以用这种大的这种罐，这种煤气罐，这 propane tank。那边没打开，我们这边阀门打开。
这儿也是有个 pilot 火先点着，然后打到 low 或者是 high， 好，这就烧着了，倒是非常暖和。这样用这种煤气罐可以用的时间长一些。但是我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就是它是在这儿烧的这种明火，所以说在帐篷里用，你总是在担心别一氧化碳产生一氧化碳中毒。虽然说它有这上面说，他说它有缺氧保护，还有倾倒、倾覆保护，就是你这个倒掉了，它会关掉，自动关掉。但是我是很担心，你别这个睡袋被子不小心在上面被这个引烧着了，那就麻烦大了去了。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好，今天呢又看到了一个好东西。好，先把这个关掉。研究了很长时间，发现他们房车一般都是用柴油取暖的这种柴油暖气，正好 vivo 的这个柴油取暖器很便宜，降价80多块钱，80多美元，加上税运到家也就是90美元。好，很多人都用这个来在外露营的时候取暖，那么我也买一个，今天看看是怎么样，看看一个是质量，这个是整个一体的。好，打开看看，也看着这样，直接看着还不错。它里边一个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看看是这样的，还有个遥控器。然后看看就是这个样子。另外里边整个有一套，这一个是这个排气管道，一份说明书，一个这样的管道，这个已经有点压了，可以折叠的。里边还套了一个小的这种短的，这个可能是进气管，这个是暖风，可以拉长的，还有一个 muffler 消音器，有很多这种固定的圈儿，一根电源线。一个出风口，感觉是这个直径的，可能就是套在这上面出风的。还有一个这个感觉像是进风口，是套在这个小的这上面的，可能避免树叶子、树枝子进去。好，那没别的了，就这些东西。啊，这个表观质量看上去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看了说明书，把它装起来，再给大家介绍。这是它的底部，说明书说的很不清楚，我现在只能靠猜了。
这边这个应该是进气孔，然后这儿是燃烧时出来的废气，从这儿出来，然后这边 muffler 排出去。假定现在是这样子，先试一试再说，因为它的说明书并没有画得很清楚。管子都接好了，这是热气出气的管，这儿有个热交换器。显然它的原理很简单，这是柴油加到这里边，里边有个油泵，通过喷油嘴喷到燃烧室，燃烧室里燃烧产生的热量，然后有风扇把这个风从这儿吹进来，然后在热交换器这儿之后变热，热风从这儿排出来，所以从进气呢，从这边进气，这样就是可以用新鲜空气进气，这样就比较安全。燃烧室是通过热交换进行的，所以不会说产生气味或者是二氧化碳。这废气燃烧过的柴油废气通过这儿排出去了，排在室外没啥问题。但它的风扇等等需要工作，控制器工作需要接12伏的这种，它给了电线，需要接12伏的电源，最好是有个12伏的电池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电池，我还得另外接一个电源。好，现在天马上要黑了，等我接上电源，明天接着测试了。用这个柴油桶买了几加仑的柴油回来。好，咱们灌一些到这个柴油取暖器里，先把小嘴拔出来。盖儿打开，我刚才发现它这个胶垫很容易就掉了，所以我现在用这个 Super Glue 给它粘上，这样不会掉，头疼的这个事儿。好，滴几滴 Super Glue 粘上，它这样就不会掉了。装到油桶上，这儿压下来。看它这个挂钩挂在上面，非常结实。那这个柴油取暖器的油箱就是一个简单的塑料桶，看这样子，它标称是可以装2.5升柴油。然后1个小时耗油是0.1、0.2左右升，所以你加满一箱，这样应该能燃烧取暖24个小时。如果是调到低档0.1升的话，那么调到高档加热0.2升的话，那2.5升也应该能燃烧12个小时，没问题。好，我只加上一些就好了。它这儿边上有个窗口，能看见加油加多少。好，加了1/2多一些柴油，没加满。
因为我只是试用一下。我盖上盖儿，盖儿的质量感觉差一些，油箱也是质量差一些，比较薄啊这个油桶，所以要用起来比较小心，不要碰了。OK， 这是它接电源的地方，这个线它已经带了一个接头，但另一头需要提供12伏。它的说明书说的很不清楚，说既可以12伏，也可以24伏，还可以调节。它这儿写了个标签儿，这个标签上写的是12伏40瓦，这个是8000瓦的这个功率，型号是 WF5001，柴油燃料。看它这个英文还有说明书实在是有点差，这叫 Car Parking Heater， 这是啥意思？好，我现在接上电了。那么正面这是一个控制器。好，我打开电源，看咱们第一次打开电源它有什么反应。好，电源打开了。哦，这儿显示12度 ，P13，就是电压是13伏，它自己可以感应的。就说给它供电是24伏，不知道是啥情况，可能也能工作啊，但是我有点担心，别把它烧掉。12度可能是外边环境的温度。我看看天气预报。好，天气预报现在是56度华氏度，减30，26除2，13加上1.3减1，基本上就是13度 C， 摄氏13度，这个还比较准。我看这上面是一个说是开关，有2个左和右的箭头。它还有一个遥控器，我把遥控器拿来，看这个是遥控器，看着还挺可爱的一个小遥控器。然后这个遥控器有个盖儿，上面写的 on off 加减。那么我打 on 看，现在遥控器，它自己打到 H3了。看来是启动了。我听见风扇转了。好，咱们等一下看它会不会燃烧起来。现在出风口是有风，天上有架飞机，所以有噪音。我比较关心的一个是它能发多大的热量，一个是它出风的过程中取暖的过程中噪音有多大。你现在听了啪啪啪，那是里边的油泵在起作用，这上面还显示油泵。这个声音的话，那哒哒的响会影响你睡觉是。
它在加油。看这儿，这儿也有风出来。这边大的出风口是有风出来，但是目前风仍然是凉的。你听它里边的风扇转的声音越来越大了，加油的速度，油泵转的越来越快。这个油泵的声音还是挺大的。油泵停了，只听见风扇的声音，但是出风口这风还没有热起来。油泵又响了，不知道它是点火了没？它那说明书写的非常不清楚。画的这上面应该是会有一个燃烧的火焰的大小的标志。风越来越大，能听见吹风的噪音越来越大。这如果说在野外一个安静的晚上用它，我估计会影响我睡觉的质量。这个噪音不小，这个油泵的噪音有点大。风扇还罢了，这排气口排的风也是冷的，所以它应该还没有燃烧。现在显示意识就说是出错误了，好吧，这第一次用出了错误，不知道有啥错误。那我关上它看。说是要按2秒钟会关上，但是我按这个，现在按这个 power off， 2秒钟它也怎么不关呢？好吧，那我只好再去看一下说明书去了。这相当于又启动了，我按这个开关。H1就是最小的。
是热的。我能闻见柴油味儿。进气孔这边噪音也有点大，这是防止树叶子等等进去，但是我现在把它单吊着，小心一点。这儿出气口出的风是很热的。这儿呢，这儿的热风也出来了。好，这现在是出的热风，但是现在是 H1，那我调到高点看，H2、H3，现在热风更大了，但是这个噪音不小，你听这个油泵啪啪啪，还有它风扇的声音。这个风是这儿吹来的，找根草，你看着，这个风很大，这是热风很大。加热的效果是很好，目前，但是缺点就是噪音比较大。这如果放在室外，给房子里边作为应急取暖，这倒是我原来设想的用途之一，感觉还不错。反正在户外噪音就有点噪音了，但是要是用它去露营，那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这个噪音就有点大了。那不知道他们在房车上、RV 上，这个取暖要是用这个取暖的话，一直开着，你这个噪音怎么能睡得着觉呢？好，我现在开到了10H3。去拿温度计量量出口的气温，这个风挺大的。如果是帐篷的话，那应该几分钟就暖和起来了。小的空间的话，几分钟就暖和起来了。这个在家里作为应急取暖用，冬天里，那应该还不错。反正放到户外噪音大点就大点了。而且柴油它这个柴油这个热容量大。这1个小时才耗掉0.1升油，10个小时1升油，那耗油量实际上很小。像我这个油桶带着5加仑20升油的话，那在野外出去旅行，如果用它取暖，用20天不成问题，甚至1个月。都挺好，就是噪音有点大。好，我先拿温度计去。好，我把温度计插到这个出风口里边，看看出来的温度是到多少度。好，这个要等一会儿读数，但是我的手感这个还挺高的温度，热乎乎的。降低一点，这 H3。降到这最低档，
最低档你能听见这个油泵的声音，速度慢了。风速也慢了一些，但是出来这个目前我手感的这个热风的温度并没有低多少。哇，大家能看见这个温度计不？这出来温度是178度，哦，烫手。100还在加呢，也还在上升呢。快190度了，快200华氏度。那200华氏度，这212度就是开水的温度了。它基本上稳定在203度左右了，我看。我再等一下，还在变204度。马上到210度了，说出来的这个温度能接近100摄氏度，这温度还挺高。我现在是最低的是这个管子摸上去都是烫的。那这个管子是它可以弯折性比较好，但是它带的这个管子伸缩性不太好。如果说是在帐篷用这个，可以放得远一点，搞个10多米长的这种通气管通到帐篷里，这样噪音能小一些。效果是非常好。我的腿放在这个出风口这边，觉着暖洋洋的。唯一不理想的就是噪音大了一些。你听这个油泵的噪音 ，biang biang biang biang。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烧一会儿就把它停了，这样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不会影响你睡觉。否则的话，这个声音还是在野外特别安静的地方，山里边、湖边上特别安静的地方，那这个是非常影响你的休息的。好，看我给它供电的这个，它的功耗是多少啊？并不大，只有10瓦左右。那10瓦，我这2200瓦时的这个移动电站，可以用220多个小时，8、9天没问题。所以它用电主要并不是特别多。可能里边只是风扇还有油泵在用电，它用的电比它标称的要少一些。总的来讲不错，但是不太满意的就是噪音有点大了。这废气排放的这边。有的人说有烟，但是我看不见有烟，还好。它这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，就是咱们是知道出的热风肯定是安全的，没有二氧化碳。
它因为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都没有，因为它不是通过燃烧，它是通过这个地方的热交换，把这个地方一个金属的像散热片一样的东西在里边烧的非常热，用柴油烧热，然后风从那外边吹过，热交换得来的热量，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安全。好吧，这就是我刚刚拿到的玩具，就是 Viver 的这个柴油取暖器。好，我现在按2秒钟，它关掉，看看这个过程是啥样子。它按道理讲，它自己会慢慢还要散热、cool down，就是冷却下来。然后它才会关掉。里边的风扇现在还在运行，虽然声音比较小。还有热风出来，这已经1分多钟了。它热风把这个燃烧器里边的可能这样热交换全部冷却下来，风速又增大了。关闭的过程中需要冷却的时间还挺长，现在吹出来的仍然是热风，风速也不小，而且它已经燃烧器还有油泵你听都已经关掉，只有风扇还呼呼的吹。这是出风口这边啊，这个风还是挺大的，能听见声音呼呼的吹出来。这个管子是铝合金的，可以弯折，但是伸缩不容易，所以我要把这个改造一下，再接一个10多米长的10米8米长的这种可伸缩的那种管子，这样这个离睡觉的地方远一些放的，噪音这样能小一些。但是如果那样噪音仍然嫌大的话，那我只能开一会儿就把它停掉了，晚上先暖和起来。好，它终于好几分钟之后，终于这个风扇变小了，所以冷却的时间需要的还挺长的。它关掉了，这他说是12伏和24伏都可以通用的，你可以调节设定。它这儿显示 P13是我现在输入可能是13.6伏，这一会儿现在已经显示16度了，就是说它这里边因为烧热起来，它的这个温度传感器那温度也高了，可能。这上面还有2个蓝色的，一个是天线的信号，一个是电池的这种标志，正负，一个电池标志，可能接上电了还是啥意思，那就不知道了。那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。